好，那麼全球都在瘋 AI， 現在 AI 就是顯學。那麼現在有一場完全沒有煙硝味的科技戰，正在悄然的改變這個社會的秩序。我們來看到了來看到 AI 霸權現在已經白熱化嘍。美中目前正在爭奪全球的 AI 主導權了。好，我們來看到美中進行了 AI 的這個晶片戰，逐步呢轉向從晶片戰變成 AI 戰。那麼目前呢，大模型主要又要決定了這個競爭的主導權。好，那麼現在呢，美國總統川普將會和這個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將會在9月24號的時候會面。那麼就在習近平的訪美期間呢，將和川普來討論人工智慧相關的議題。好，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呢林健他就表示說，中國是願意和美方共同的來落實在 AI 領域達成重要的共識。好，我們又要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哦。那麼，如果現在這個美中在 AI 領域有可能會進行合作嗎？還是說他們會變成像晶片一樣長期的對抗？其實就是說，對中國大陸來講，當然希望合作啊。那對美國來講，當然是不會合作啊。對，怎麼說？要能合作的話，美國就不會打科技戰了。那中國大陸的哲學，這個底層哲學是太平洋夠大，大家各自發展。然後各種突破都是可以彼此相互成就的，對，我發現我的科技出來的話，你透過合法管道，你也可以使用啊，對，沒有必要這個做這個怎麼樣做抵制嘛，這是不同的底層邏輯啦。所以美國現在事實上 Kimi K1 K3 出來以後，美國政府貝森特已經出來講了，他說 Kimi K3。有這個剽竊美國智慧財產權的嫌疑了，那就已經充滿火藥味了。對，然後最近中國大陸這個舉行世界 AI 大會，川普也注意到了，注意到他們搞了一個大動作啊，所以要好好跟這個習近平主席談談，你們到底想幹嘛？當然就變成就是說，任何一個新的科技出來啊，它如果對人類的整體的這種發展有影響的話，通常國際社會都會想辦法來。怎麼講來 regulate， 也就是說制定一套規則，而且是跨國的規則，而不是限制國內，跨國的規則。像人類有了這個核子彈以後，馬上簽了好多條約啊，對，就簽了一個禁止核武器擴散嘛。那人類進入太空以後，馬上就有太空法，就簽了很多太空相關的國際公約。所以這個商業這個 AI 的話，它的震撼效果不亞於這個核彈，不亞於這個人類進入太空。它當然一定會想要辦法用跨國的方式來限制它的這個使用範圍或者發展，或者給予它一種一種發展的這種約制啦。那美國現在事實上的話，他在獨強的時候，他是不希望人家管這件事情了。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這個所謂的 e-commerce 也就是電商，其實美國是發展最早的。那當時在這個 WTO 就開始要討論電商怎麼樣來這個制定國際規則，美國說不要管，這個東西只有一句話，就是自由，誰都不要去管它。為什麼呢？因為美國那時候美國是一種壓倒性的優勢，他就是說他到這個空間他希望不要有規則。有規則的話，限制它發展，別人不見得別人沒有這個東西，所以大家就全部自由。所以，可是現在這個 AI 的問題有2個 player 的時候，那就沒有什麼全部自由的不會有的問題啊。美國一定是要把對方打下來。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變成就是說，美國現在這種打法的話，美國本身很多企業會受影響，尤其就是在這個 AI 大模型上面。因為中國大陸使用開源，而且中國大陸的這個目前最新的幾支他們的這個使用的，就是說它的那個費用要低很多。那你買美國的這種閉源的話，你就是說每個月要交的錢比中國大陸可能要貴差不多10倍以上。那所以就變成美國現在矽谷很多這些中小企業還有甚至美國的很多企業，他說你不要把中國大陸禁掉。你禁掉以後，我們很多公司可能大家就競爭不過那些大企業了。我們尤其中小企業，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美國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那還有美國的學者也說，他說你很多東西可以禁，可是呢，訊息是沒有辦法去禁的。
訊息是本身就在尋求一種自由，它本身有尋求自由的一種這種本質在裡面，你訊息是進不了的。所以呢，現在就變成美國人現在我覺得還在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因為中國大陸的這個科技這個突破的太快了。那美國過去只有在硬體上面對中國大陸進行了無所不用其極的限制，也沒成功，對不對？那你現在這個軟體上面中國大陸現在事實上的話，我覺得如果說 Kimi K3 的話，從很多能效，從 Front-end Code Arena 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現在這個 Kimi 是 No.1 啊，因為它7種指標，它得了1673分。那另外美國2個 Cloud 的 Fable 跟美國的這個DeepSeek 54吧 Soul， 它得分都在這個下面，所以再加上這個 Kimi K3 的這個使用的這個費用又遠低於美國這2個這個領先的這個大模型，所以我覺得美國的學者已經講，這是第2個史普尼克時刻，也就是美國現在有一點點頭腦震撼，還沒有想出方向。不過我覺得等習近平主席9月24號到美國的話，那時候可能川普已經想清楚一個方案，我現在還看不出来他們要怎麼玩。好，我們謝謝謝大使哦。那麼就在這個美中2國要來談 AI 的時候，卻發生了 AI 的爭議。我們來看到中國的 AI 新創公司月之暗面，它推出了 Kimi K3。那麼 Kimi K3 呢，被外界形容可能是 DeepSeek 的時刻2.0。不過呢，這個美方就質疑說，這個 Kimi K3 它是透過了模型蒸餾的方式，利用美國的大型 AI 模型來進行訓練。因此呢，美國現在也正在調查當中了。好，那麼美國財長呢，貝森特他就警告說，不排除會對相關的中國企業來祭出制裁。不過呢，美國的科技圈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哦。我們來看到了 OpenAI 的高层表示說呢，目前其實是沒有證據來證明他們涉及了蒸餾的這個模式。另外呢，黃仁勳也表示說，他說這個中國的 AI 模型其實是非常優秀的，而且呢還應該要來使用。好，那麼美國這麼擔心，它到底是為了智慧財產權嗎？我們要來問一下副社長嘍。美國現在它針對這個中國的這個 Kimi K3 要來進行調查，那麼它是會比較擔心說，它是不是因為現在沒有證據嘛？它比較擔心是智慧財產權的方式呢，還是說它未來就中國 AI 已經快速崛起，它開始焦慮？事實上的話，就是我認為 Kimi K3 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人工智慧的模型。其實當初 DeepSeek 橫空出世，就已經讓美國的包含到 OpenAI 等等的人工智慧廠商，其實嚇了一大跳。然後現在的話，又出現了一個 Kimi K3。Kimi K3 的話，它號稱是擁有就是2.8兆，也就是 2.8T 的一個參數規模。這個代表的意思，也就是指說，這個數值如果越大的話，它就好像人的腦神經回路一樣，會越來越精細。然後，所以說越精細的人工智慧的話，它能夠做到的事情其實是越多的。而且的話，就是說它的推出之後，讓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人工智慧的差距，從原本的超過半年，到現在縮短只剩下3到2個月而已。然後，而且其實它的價格大概只有 OpenAI 的1半。所以整體上面來看，其實它都非常具有競爭優勢。而實際上，我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模型。主要的原因有2個專門的一個技術，一個就是 MOE， 也就是專家混合系統。然後這個系統的話，就是說這個 Kimi K3 原本是一個大語言模型，但它在這大語言模型底下，然後設了大概是896個小語言模型。而這個小語言模型就好像是896個專家一樣，就好像如果說你去一家大飯店吃飯，然後 OpenAI 就好像是這個大飯店的主廚師傅，他會做意大利麵，他會做漢堡，他會做中國菜，他什麼都可以做。但是現在的話，所以說他一個人要負責很多的責任。但是現在的話，你將這些責任分散到896個廚師當中，就是有專門做日本料理，有專門做中國料理，有專門做美國料理，這樣子的一個情況。而當真的有資料進來的時候，
那麼其實這896個當中，他們就只要叫醒16個廚師去服務我的消費者跟我的客戶，所以說你就不需要有這麼多的同時動員到這麼多的算力出來，然後反而可以節省算力，而且可以節省耗能，因為我們知道 AI 就是一個吃電怪獸之一，所以說這個部分是具有相當大的優勢。然後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Attention Resistor 這樣的一個系統出來，而這個系統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一般的人工智慧系統，它能夠去讀的 token 大概是8000到1.2萬左右，而它這個部分最特別的，它可以達到100萬個 token 這樣子這麼大的單元，所以它非常有利於所謂的程式設計，尤其是長程式的設計，或者是說像我们一般的像論文研究報告的解析等等，你可以同時輸入進去，一次解決掉，而且非常具有效率的這樣一個情況。但是問題是，其實也包含了月之暗面，他們自己也承認，就是說蒸餾技術不是他們的一個核心技術，但是他們可沒說過我們沒有使用蒸餾技術。這個也就是說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說，對它的一個大模型底下有196個小模型，而且每個小模型都可以各司其職。但問題是，這196個小模型是如何訓練出來的？這就是一個問題點。所以說，要訓練好這196個小模型的話，就極有可能會使用到所謂的蒸餾技術。因為其實這樣的一個推測是合理的一個狀況。因為如果說今天我們跟 OpenAI 比較起來的話，確實，中國大陸這些新創的 AI 公司有非常強的籌資能力，而且他們也確實是在陸家嘴籌出了不少的資金。但問題是，這些資金其實還遠遠不夠去支撐真正該燒錢的部分。有2個部分最燒錢，第一個就是 AI 的基礎建設。我們要有足夠的人工智慧伺服器，但是現在隨便一台人工智慧伺服器，比方說像 NVIDIA 的 GB200、GB300，一台叫新台幣1億元起跳，所以這個是非常花錢的部分。另外的話，其實 OpenAI 到今天都還在賠錢，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們將他們重要的資金拿去投資在 Big Data 上。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訓練好的模型，你就要有Big Data 不斷的投入以及更新，這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所以說，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話，我們承認 MOE 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模型，但是的話，如果真的涉及到所謂的蒸餾這樣子一件事情的時候，那中間可能要受到的挑戰跟討論就會非常的多。當然，站在美國的心態來講的話，人工智慧世界人工智慧霸主的地位是一點都不容威脅，也不能沾上任何一點的陰影。所以，當他們看到了目前的 Kimi K10是一個這麼好的模型的時候，那自然的會影響到所謂的美國在人工智慧的霸權，再加上他們又是一個 open 的這樣子的開源型的模型的時候，其實即使是美國政府本身沒有在用，但是美國的中小企業跟歐洲的中小企業使用的人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你要完全去杜絕它，其實也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問題就是說，所以說站在美國的立場，當然，威脅美國的霸權是絕對不容許的。但是你總是要有一個借口，那這個部分當然是就是要保護他們的智慧財產權。而實際上，為了要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話，那可能就會祭出各種不同的封殺手段出來，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好，我們謝謝柴副社長啊。那麼現在美國呢要來調查 Kimi K3 的，不過呢自家的這個 AI 啊也面臨了挑戰。我們來看到了這個 OpenAI 爆出了安全的警訊哦，他們在測試期間呢，他們的模型啊竟然自行的突破了沙盒限制，還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測試環境。那麼它的 AI 自主風險就立刻浮現了啊。那麼現在呢，人類還有沒有辦法控制這個 AI 的自主風險呢？現在是備受考驗。好，
那麼這個 AI 的安全事件呢，也使得中國的模型獲得了現在更多的討論了。像是這個智譜啊 GLM 的系列的模型啊，現在也受到了市場上的關注。那麼 AI 的禁局也出現了变化了，美國的主導地位現在已經受到了中國的強烈挑戰了。好，那麼美中的競逐焦點啊，現在已經不是誰的模型比較聰明了，現在是要來看哦，誰才是可以主導未來全球的 AI 規則了。好，我們要問一下廖老師嘍。這個下一個階段呢，美中的 AI 競爭核心到底是什麼呢？我覺得回到全球視野的角度來看啊，初期看可能是戰隊，那未來中長期來看，我覺得還是全球北方跟全球南方的競爭啊。那這個壁壘的形成，大概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啊。從這個中國大陸來看啊，它在這一段期間大概爭取的是高科技運算或者低成本啊，但是美國方面不太一樣，美國是這晶片的戰爭啊，全球競爭跟它大部分還是使用在重裝備上，所以在這一條軌道上看起來好像還不太明顯，但是中長期來看，就像剛剛所講的，這個其實是整個全球的層次的分野啊，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未來我可能還是看好中國大陸會起這個領導的作用，然後爭取到這個 AI 的主導的地位啊。那個時候的整個的國際政治或者經濟的視野或者舞台，可能就完全不一樣。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美元的霸權，它其實包括這個美國在國際的領導地位，它是因為打贏了美元戰爭啊，所以這個英國真的是所謂的從日不落國到日已落國哈，所以就拱手把這個霸權讓了出來。但是未來在21世紀以後，後半葉可能就完全不一樣啊。那這個配合中國大陸的雄心就可以看得出來。我覺得中國大陸的領導階層的眼光是看在這個世紀的中期，中期以後可能中國大陸的整體的政經實力或整體的國力、軍事力量都會不一樣啊。那所以現在這個短期來看，可能就在這個2026年到2050年之間的這個25年。其實就是本世紀的第2個25年，大概就可以決斷得出來。我覺得不管從全球的政治、經濟，或是軍事或者區域的問題來看，乃至於高科技 AI 晶片的戰爭啊，很可能就會有一個重新的一個耳目一新的變化出來。所以我覺得整體來看哈，可能未來我們的確是認為哈，現在中國大陸在整體方面都已經有超英趕美的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未來再走下去，它的確還是有可能會成為這個世界上的主導地位的大國的。好，我們謝謝廖老師哦。接下來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還有更精彩的美中 AI 預測。